那尹医生能不能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其他的内容呢？可以的，就是第2点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助排毒，给肝脏呢彻底请来清洁工的队伍比如说绿色的蔬菜我们的清扫班，我们认为青色是入肝经，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西兰花、菠菜、油菜、芹菜以及茼蒿等，富含叶绿素、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叶绿素被誉为植物的血液其分子结构呢与人体的血红素有相似性也有很好的净化血液的作用。它们就像是深入城市街道的清洁工，带走了我们的毒素。然后呢是优质蛋白这样一个修复队伍因为我们肝脏呢在自我修复的过程中会合成各种各样的解毒酶都需要去用优质的蛋白作为原料。比如说我们的鸡蛋、牛奶、豆腐、鱼虾、去皮的鸡胸肉，这些呢都属于优质蛋白，就是给肝脏化工厂维修设备补充我们的技术工种的优质建材以及精兵强将。我们中医认为苦性的食物是消防队，适度的苦味，比如说我们的苦瓜、我们的莲子心我们的菊花和蒲公英，当然这些都需要适量去喝有清泻肝火利胆的一个作用当你有湿热、口苦、长痘的时候呢，就说明是一个上火的迹象，我们就可以用专业的消防队去帮助扑灭肝经的小火苗当然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注意点，就是体质虚寒的观众朋友们是不宜多吃的。尹医生您刚才分享的太好了，也非常的生动和形象哈。所以呢，那在这里总结一下，助排毒呢，总共咱们有3支队伍。绿色蔬菜当保洁，优质蛋白当维修工，苦味食物当消防员，合理安排他们上岗，肝脏这个大工厂就干净又高效，对吧？是这样子的。主持人的总结也是非常好。我们第3条呢是补能量，就是给肝脏补充营养的加油站比如说我们的红色燃料养肝血，中医认为红枣、枸杞、桂圆，动物的肝脏可以适量少吃一点这些食物呢都富含有铁、维生素等造血的营养物质，直接呢会补充我们的肝血仓库尤其是肝血不足型的观众朋友们。黑色是根基，是滋肾阴比如说我们的黑芝麻、黑豆黑米以及桑葚。中医认为肝脏和肾脏是肝肾同源，精血互生补肾就是间接的深层的补肝，这好比给城市增加了一个稳定的地下水库和能源储备场所以呢这一点也是尤为的一个关键。尹医生您刚才说的非常好，那刚才聊到了黑色，还有没有其他颜色的来给我们补充一下呢？也有，比如说我们的黄色我们称之为是后勤部队因为黄色中医认为是入我们的脾胃经健脾胃，比如说小米南瓜、山药红薯。脾胃是气血生化的源头，也是中医认为后天的一个根本我们把脾胃这个粮草官养好，才能为肝脏持续的提供优质的原料，这是开源的根本。刚才听尹医生讲完了以后我发现养肝的饮食呢，其实就是一顿五彩智慧餐，是这样子的。那我们餐桌上呢，首先要有绿色的蔬菜，它起到的是清扫的作用，和白色的蛋白起到的是修复的作用，以及红色、黑色的滋养品是补血益精，同时呢加黄色的主食巩固后勤，减少那些无色的酒精和过度的油荤。这样吃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均衡膳食吗？对吧？是这样子的。那原来其实我们最朴素的道理就是最顶级的养肝智慧。是，正是如此。我们接下来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可以常吃我们比如说养肝的基础粥，这些方法呢既实用又简单。它能够融合我们上述多种的一个思路。比如说枸杞、红枣、山药小米粥我们准备的材料是小米一般是50克，就健脾养胃
因为黄色是主管后勤啊。山药一小段，大概的话有5到60克都是可以的。我们认为山药可以健脾啊益肾，红枣用5克，我们中医认为啊可以补血啊。枸杞10粒啊，能够滋补肝肾。做法呢是首先把小米洗净啊，山药去皮，切成小块，红枣去核，所有的材料一起呢放入锅中，然后加入适量的水，大火烧开之后呢，我们小火慢动啊，40分钟左右，这时候呢就可以了。最后5分钟呢，我们可以加入枸杞啊。这碗粥的功效呢都非常的好，比如说小米和山药巩固了我们的脾胃安定了我们的后勤部。红枣和枸杞呢滋养了肝血增加了我们的燃料，性质呢也是非常的平和，几乎适合所有人作为日常的一个调养尤其适合面色萎黄、精力不济的朋友们。我们第2根顶梁柱呢是绵养，就是抓住肝修的黄金窗口。比如说我们的睡眠要睡对胜过吃补药是这样子的。